很多人把盆栽搬进了室内，放在明亮的落地窗前，心里想着这下可好了，既能晒到太阳，又淋不到雨，还没虫子咬，这花肯定能长得壮壮实实。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你发现不对劲了，这叶子怎么越长越薄，杆子越长越细，最要命的是，整棵植物像是被谁扯着一样，拼命往窗户那边倒，转个方向没几天它又歪过去了。你以为是太阳不够大，其实是你眼前那块玻璃在捣鬼。玻璃这东西看似透明，其实是个极其厉害的光线过滤器，它把植物最需要的营养光线给没收了，只留下一堆没什么用的热量。你的花就是在这种虚假的阳光下慢慢饿坏了，甚至最后把自己给热死了。那块玻璃到底挡住了什么？它挡住的恰恰是植物最需要的紫外线。很多花友一听到紫外线就觉得是坏东西，出门要涂防晒霜，怕晒黑怕晒伤。但是对于植物，特别是那些需要长得紧凑、颜色鲜艳的植物，紫外线就是它们的维生素，甚至是它们的钙片。紫外线能抑制植物长高，让它的节间距变短，长得矮壮敦实。你看看高原上的植物，个个都长得矮矮的，贴着地皮长，颜色特别深，那就是紫外线强烈的功劳。一旦隔着玻璃，大部分的紫外线，特别是对植物控制株型最关键的那部分波段，直接就被玻璃吸收或者反射掉了。失去了紫外线的压制，植物体内的生长激素就会彻底放飞自我。这时候就要说到植物长歪的罪魁祸首了，也就是植物体内的生长素。这东西很有意思，它特别怕光，光照到哪一面，它就往背光的那一面跑。嘿嘿，你在室外，光是四面八方来的，慢反射很强，生长素分布的比较均匀。但是把你放在窗台内侧，光只能从这一面进来，屋里这一侧是暗的，于是所有的生长素都跑到背光的那一面去了。背光面的细胞得到了大量的生长素，就开始疯狂分裂伸长。向光面的细胞生长素少，长得慢，这一边长得快，一边长得慢，结果就是植物的茎秆被背后的力量推着，弯向了光源的方向。这就好比两个人推磨，外圈的人跑得快，内圈的人跑得慢，磨盘自然就转起来了。这就是植物的向光性，在室内这种单向光源的环境下表现得特别明显。而且这种弯曲还不仅仅是姿态难看的问题，它伴随着一种病态的生长，我们行话叫徒长。你有没有发现，隔着玻璃养的多肉植物，叶片中间的缝隙特别大，原本紧凑的像朵莲花，现在稀稀拉拉的像个穿了露背装的傻大个。这就是因为缺乏紫外线，细胞壁没有硬化，细胞拼命吸水拉长，想要去够那个被削弱的光源。这种长出来的组织就像是温室里的豆芽菜，水嫩水嫩的，看着挺鲜活，其实虚弱的很。细胞壁薄，含水量大，一碰就断，而且特别容易招虫子和生病。真菌、细菌最喜欢这种细胞壁薄的嫩肉，一旦感染，那就是一片一片的烂。再说回这个玻璃，现在的建筑工艺越来越好，窗户玻璃那是越做越高级。什么双层隔音、3层充气，还要镀一层低辐射膜，目的就是为了保温隔热。这对人来说是好事，冬暖夏凉，但对花来说这就是灾难。那种镀膜玻璃，也就是所谓的低辐射玻璃，它的设计初衷就是反射红外线和部分可见光，用来阻挡热量交换。但是它在阻挡热量的时候，把植物光合作用最需要的红蓝光也给过滤掉了一大半。你看这屋里挺亮堂，那是人眼对绿光、黄光敏感，而植物真正用来造饭的红光和蓝光，嘿嘿，早就被那层高科技的膜给挡在外面了。你在这种玻璃后面养花，就等于给了它一碗白开水，告诉它这是鸡汤，它喝的再多也长不出肉来。还有一种情况特别坑人，那就是纱窗。很多人觉得纱窗有孔啊，光能透进来啊。你是不知道，一层最普通的尼龙纱窗就能把光照强度再砍掉一半。如果你是玻璃加纱窗，那基本就等于把植物关进了小黑屋。在这样的环境里，植物为了活命，只能透支自己体内原本储存的养分。这一透支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叶片变薄，颜色变淡。
原本是深绿色的叶子变成了嫩绿色，甚至发黄。原本是红色、紫色、带有斑纹的叶子，全部退化成绿色。这是因为在弱光环境下，植物合成不了花青素，它觉得命都快保不住了，还要什么漂亮衣服？赶紧多造点叶绿素来抓取那点可怜的光线吧。所以你看到家里的多肉变成了菜色，观叶植物的花纹消失了，别怀疑，就是饿的，就是光不够。有人会说，那我把窗户打开不就行了吗？把窗户打开确实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让紫外线进来，让光照强度上来。但是这里面又有一个陷阱，就是光照时间。在室外，太阳东升西落，植物能接受全天候的阳光扫描，虽然早晚光线弱，但那也是光。而在室内窗台上，受限于窗户的朝向和大小，真正的有效直射光往往只有几个小时。比如朝南的窗户，可能只有中午那4-5个小时有直射光，其他时间都是散射光。朝东朝西的更是只有半天。这就导致植物吃不饱。就像你一天3顿饭，现在只让你吃1顿，虽然这一顿让你吃撑了，但其他时间都在挨饿，这身体能好吗？而且隔着玻璃晒太阳，还有一个隐形的杀手，那就是热效应。玻璃虽然挡住了紫外线，但它对红外线的阻挡能力也是看类型的。如果是普通玻璃，红外线穿透进来，碰到物体转化成热能，这个热能却很难再穿过玻璃散出去，这就形成了我们常说的温室效应。在窗边的局部小环境里，温度会升得非常高，特别是在夏天或者春秋的中午，窗玻璃后面的温度能比室温高出10几度。植物这时候很尴尬，根部在花盆里可能还比较凉，但叶片在高温下被炙烤，光合作用跟不上，蒸腾作用却大大加强，水分拼命从叶片跑掉，根部要是吸水供不上，马上就脱水。更可怕的是，这种高温高湿加上弱光，简直就是培养病菌的天然温床。白粉病、介壳虫、红蜘蛛最喜欢这种环境。你看着花在晒太阳，其实它在蒸桑拿，而且是没水喝的桑拿。我们再往深里挖一挖，植物的根系对这种环境也是有感应的。植物的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是有一个微妙的平衡的，神话叫关根比。地上部分拼命土长，消耗了大量的养分，根系却因为光合产物回流不足，得不到足够的能量去生长。根长不好，吸收能力就差，吸收能力差，地上的叶子就更缺水缺肥，更要拼命长长去找资源，这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你会发现这种植物土面上看着挺大一棵，一拔出来根就那么几根毛，稍微风吹草动或者浇水稍微多一点，立马倒伏或者烂根。很多养花新手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看到花长歪了，赶紧把它转个180度背过去，心里想这样它就能长回来了。确实它会弯回来，但这一弯一折，茎秆内部的维管束其实是受损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植物消耗了大量的能量去做这个弯曲体操，而不是去长叶子开花。你不停地转，它不停地弯，最后长成了一个螺旋形的怪样子，杆子细长细长的，叶子稀稀拉拉的，完全失去了观赏价值。这就像是一个营养不良的人，你还要让他天天练折返跑，身体能不垮吗？还有一点大家容易忽略，就是光的质。阳光不仅仅是能量，它还是信号。植物的很多生理活动，比如开花、休眠、发芽，都是靠感知光的变化来决定的。玻璃滤除掉了一部分特定波长的光，就等于干扰了植物的信号接收系统。比如有些短日照植物需要靠感知红光和远红光的比例来决定什么时候开花。透过玻璃的光，这个比例变了，植物就晕了，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该不该分化花芽。结果就是你养的开花植物光长叶子不开花，或者花苞很小，一碰就掉，这就是植物的生物钟被这块玻璃给搞乱了。既然我们要跟这块玻璃长期共存，那就得拿出点手段来，不能任由植物被动的适应环境，我们得主动出击，在玻璃后面建立一套适合植物生长的新秩序。这套新秩序的核心，简单来说就是4个字：开源节流。开源是给它增加光照的来源，节流
是控制它生长的速度，不让它在没吃饱的情况下瞎跑。我们先说最直接、最有效的开源手段，那就是给植物请个替身太阳。既然自然光被玻璃挡住了，紫外线进不来，那我们就用人造光给它补回去。现在市面上的植物补光灯已经非常成熟了，但这里面水很深，很多花友买了灯，花还是长不好，原因就是没选对或者没用对。你千万别觉得随便在天花板上装个吸顶灯，或者旁边放个台灯就能养花了。普通的照明灯，它的光谱是为了让人看清楚东西设计的，它的能量主要集中在人眼敏感的绿光、黄光区域，而植物最需要的红光和蓝光少得可怜。你用这种灯照植物，就好比给饿汉看美食照片，看着挺亮，其实根本吃不饱。所以你必须得买专门的植物补光灯。这里有个坑，大家一定要避开，就是那种早期的红蓝光灯，就是点亮以后整个屋子红红紫紫的，跟个迪厅似的。那种灯虽然理论上对植物有用，但是太难看了，放在家里看着眼睛都花。而且现在的研究发现，植物生长其实也需要其他波段的光来调节生理机能，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选择全光谱的补光灯。这种灯发出来的光是白色的，或者带一点点暖黄，看着跟自然光差不多，显色性好，照在花上漂亮。最关键的是，它模拟了太阳的全波段光谱，虽然紫外线部分可能不如太阳那么猛，但对于维持植物的正常形态已经足够了。有了灯还不够，距离才是决胜的关键。这是90%花友都会犯的错误。物理学上有个定律，光照强度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简单说，你把灯拿远1倍，光照强度就只剩下1/4了。很多人把补光灯吊得高高的，离植物1米远，觉得这样照的范围大。其实在植物眼里，那个灯就跟天上的星星一样，只能看个亮，根本没热度。真正有效的补光距离通常是在植物顶端20厘米到30厘米左右。你得让灯贴着它照，当然要注意别烫着叶子，特别是多肉植物，恨不得要贴脸输出才能防止它涂场。如果你用的是那种几瓦的像台灯一样的小补光灯，那基本就得贴着叶片5厘米才有效果。所以宁可照的范围小一点，也要保证强度够大。解决了光的问题，我们再来说说节流。这其实是更考验养花功力的部分。在室内隔着玻璃，光合作用效率低，植物制造的能量少，那我们就必须降低它的消耗和生长速度，让它慢下来。怎么慢？最核心的就是控水。水是植物生长的催化剂，水一多，细胞膨压大，就要伸长。在光照不足的时候，如果你还大水漫灌，植物就像是喝了兴奋剂，拼命往上窜，结果就是细得像豆芽。所以在室内养花，必须学会虐养。土要干透了再浇，甚至干透了还要再等2天，让植物有一种危机感，觉得水资源很紧缺，我不能乱长，我得把能量攒起来保命。这种适度的干旱胁迫，能让植物的细胞液浓度变高，抗性增强，叶片虽然长得慢，但是会变得厚实。特别是阴雨天或者光照特别差的角落，坚决不浇水。哪怕叶子稍微有点发软也没事，那是它在自我保护。千万别一看叶子软了就心疼，一瓢水下去，第2天就给你长高1截，后悔都来不及。除了控水，还得控肥。在光线不足的环境下，氮肥是绝对要慎用的。氮肥是长叶子长杆子的，用了氮肥，植物就会疯长营养体。在室内，我们要多用磷钾肥，少用甚至不用氮肥。磷钾肥能让茎秆粗壮，根系发达，提高抗逆性，就像是让人长肌肉，而不是长肥肉。你可以选择那种含氮量极低，但是磷钾含量高的肥料，定期给一点点，帮它把骨架子搭好，而不是去催生那些虚弱的绿叶子。接下来这个技巧很多人可能想不到，那就是给植物吹风。你有没有发现，野外的树木不管风吹雨打都立得稳稳的，而温室里的花朵一拿出来就倒伏？这就是风的作用。植物有一种感知机械刺激的能力，风吹动叶片和茎秆，会让植物产生一种应激反应，它会觉得环境不稳定，我必须长得粗壮一点才能站得住。
于是它就会合成木质素，加厚细胞壁。但是在室内封闭阳台，空气是静止的，植物感觉不到这种机械压力，就容易长得娇滴滴。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养花的地方常年开一个小风扇，不需要对着植物猛吹，只要让周围的空气流动起来，让植物的叶片能微微颤动就行。这不仅能锻炼它的茎秆，预防徒长，还能极大的减少病虫害。要知道，室内养花最大的敌人之一就是通风不良导致的真菌感染。一个小风扇既能健身又能防病，绝对是性价比最高的神器。再来说说植物长歪后的矫正问题。第一部分我们说了，别等到歪的厉害了再转180度，那样会伤筋动骨。正确的做法是养成一个微调的习惯，每隔几天，比如每次浇水的时候，就把花盆顺时针转个45度或者90度，让它的每一面都轮流接受那个方向虽单一但还算明亮的窗户光。这样植物的生长素分布就会相对均匀，整体株型就能保持直立圆润。如果你觉得转花盆太麻烦，或者花盆太重搬不动，还有一个取巧的办法，就是利用反射板。你可以在植物背光的那一面放一面镜子，或者贴一张白色的锡纸，甚至就是一块白色的泡沫板，利用反射原理把窗户进来的光反射回植物的背面。虽然这个反射光的强度不如直射光，但对于平衡生长素，防止植物过度向光弯曲是有非常明显的效果的。特别是对于一些大型的落地盆栽，这个方法特别管用。当然，所有的这些手段都属于术的层面。在道的层面，我们还得学会选择。如果你家里的采光条件实在太差，窗户又小，对面楼又挡，那你非要养那些对光照要求极高的景天科多肉、月季、铁线莲，那真是跟自己过不去，也是跟植物过不去。这就是典型的所托非人。在隔着玻璃的室内环境，其实有很多植物是可以活得非常精彩的。我们要学会顺势而为。比如天南星科的很多植物，像什么大仙女、海芋、彩叶芋，或者是各种蔓绿绒，它们在原产地就是生长在雨林下层的，本身就习惯了经过层层过滤的散射光。玻璃挡住的那点光，对它们来说正好，既不会晒伤叶片，又能满足生长需求。养这类植物，在室内反而比在室外更容易出状态。叶片油绿，花纹清晰，看着就高级。还有蕨类植物，那是耐阴的祖宗，只要有点光，给点湿度，就能长得郁郁葱葱。所以与其费尽心思去改造环境适应植物，不如直接选对植物来适应环境。把窗台边光照最好的黄金位置留给那些稍微喜光的植物，比如君子兰、兰花，或者是一些耐阴的多肉品种，像玉露、12卷。离窗户稍远的地方放那些耐阴的观叶植物。这样布局，每一盆花都能找到自己的舒适区，你养起来也轻松，它们长得也开心。这里我还想专门提一下玻璃的选择和清洁。如果你家里正在装修，或者有条件换窗户，如果你是个狂热的养花爱好者，在选玻璃的时候，尽量选那种超白玻璃。普通玻璃侧面看是发绿的，那种玻璃含铁量高，透光率相对低。超白玻璃侧面看是水晶般的白色，它的透光率能达到 90% 以上，对光谱的还原度也更好。虽然它也挡紫外线，但至少在可见光强度上，能给植物争取到更多的口粮。如果换不了玻璃，那就勤快点，把玻璃擦干净。这不是洁癖，这是为了生存。哪怕是薄薄的一层灰，也会造成光线的散射和损耗。定期擦窗户，对于室内植物来说，就等于是一次光照升级。特别是在冬天，光照本来就短，这一点点的提升，可能就是决定植物能不能安全过冬的关键。